放下！别乱动啊！放下枪，否则我毙了他！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把枪放下，我慢慢说。你把枪放下，我可以放你一条活路。 我去跟着他，在这儿待着，不要乱动，等我回来。放了他！我让你走，少废话，让你的人都让开。走。唐四，大人，跟我走。好。哎，停！这附近有警察吗？没有。很好，我们需要3楼所有房间的钥匙。 上去！上去！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都不许上来，否则我杀了他！ 好，但是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我们谈谈吧。我不跟你谈，让许光耀上来，我要跟他谈。顺顺，哎，顺顺，小心有诈！我要救他。走，去客房。 不敢！老裴，都不用我出手，你就搞定了。小心！
您好，我想问一下，刚刚上去2个少帅，其中一个特别帅，他们去几层啦？3层。谢谢。对，就是这儿了。哎，司令，这儿可是4楼。没事儿。我来了，快耀哥，我来了，你放开他，有什么事冲我来，跟我说。停！你就站在那儿。你要杀的不是我吗？现在我在你眼前，用我换他。不可以，好吗？不要。好啊，那你先把枪放下。放下！不要！不要！踢过来。现在我可以换他了吗？光耀哥，别动，再打死你！没事了，有我们老裴在，一个人就能搞定，根本用不上我出手。马后炮！切！裴少君，我脚崴了，走不动了。裴少君，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我脚都崴了，我是为了你才来的，你自己就走了，你忍心吗？你万一突然冲出来一个人把我给杀了，那我死了我就怨你，我做过也不会放过你的。裴少君，你。
你又救了我一次。我们之前见过吗？在北京学生游行那次，那个时候你整个人意气风发，在人群中闪闪发光，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认识你。哎，老裴。裴少君，我脚崴了。老裴，怎么这么认真啊？我这么个大活人在这儿站着，你看不见啊？脸怎么那么红？刚才搏斗很费体力。你到底是谭司令的亲妹妹，都一样喜欢撒谎。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哥。你之前可比现在慷慨激昂多了，现在一点都不热情。哎，裴少君！裴少君，别追了！哎，这事还没翻篇呢，你怎么没对我这么热情过呀？小叔叔，光耀哥哥，你没事吧？小叔叔，你没事吧？没事。光耀，你这胳膊怎么了？没事，一点皮外伤而已，包扎一下就好了。徐督办，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吧。徐成，带你家少帅包扎一下。那就有劳谭司令了。嗨，小事儿。哎呀，光耀哥哥，顾小姐，感谢谭司令出手相助，小女才能够安然无恙。谢谢。穆公，您客气了。这次多亏了婉清小姐及时发现了刺客，撞开了他，不然还有很多伤亡呢。穆公，因为婉清小姐是第一证人，所以一会儿审讯的时候还需要她做个人证，您看方便吗？自是体大，小女自当配合。只是烦请谭司令在审讯刺客时，关照一下小女，免得受到惊吓。穆公放心，我会照顾好婉清小姐的。谢谢。双儿，你先回去吧。那你们小心点。没事。司令，约瑟夫人呢？在1楼关着呢。走，去看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真被吓着了。谁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切，都抹人身上了，还说呢。能不能好？我手劲这么大。没事，走吧。哎，刚刚干嘛不吭声啊？伤得这么重。就是我看你们都围着徐光耀，再说这点小伤也没什么事儿，我自己处理一下就行。走吧。啊，我去和酒店要一点酒精和绷带，先帮你处理一下。哎，不。你先去吧。你要把衣服脱掉。哦。你都不敢看我，怎么给我包扎呀？谁说我不敢看啊？好。
算了，这些伤疤太多了，怕吓到你，让谭四吓不到我，坐着别动。有点疼，忍着啊。好。你这些伤更疼吧？还好吧。你身上这么多伤，一看就是打仗冲在最前面的，你就不怕死啊？我身后的都是兄弟，我死也不能后退。我是少帅，我得保护他们。难怪年纪轻轻就能让谭家军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南征北战。你保护他们，谁保护你啊？我命大，没事儿。你看见这个伤口吗？我15岁那年留下来的。15岁？你知道中弹是什么感觉吗？说起来挺好玩的。刚开始你不会觉得疼，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样，很麻，很热。如果不是弹孔流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中了弹。但是几秒之后，就是钻心的疼。你根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当时你还能闻到自己弹孔的气味，那种气味就像烤肉一样。你怎么熬过来的？疼着疼着就习惯了。忍着点儿。好。你想要了我的命啊！谁要你的命啊？那不想要命，要人啊？轻点儿。就是不能对你太好。没有伤到骨头，记得按时吃药，伤口别沾水。谢谢，谢谢大夫。谢谢了。哎，你和这个穆小姐，不是她替你当人质，就是你替她受伤，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光耀，这名刺客什么来路啊？
我没和他说上几句话，就被谭玄龄击毙了。不过这名刺客还有2名同伙，现在被谭玄龄关起来，正在审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过去看看？好。约瑟夫先生，谭司令，I really don't know how this happened. Both of my followers are new employees. This whole th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那2名随从是新雇的呀。徐督办，谭司令，问出个究竟了吗？徐督办，约瑟夫先生说这件事跟他没关系，我看还是分开审比较好。那我陪光耀审这个随从吧。约瑟夫毕竟是商界名流，还是谭司令亲自招待的好。审讯这事儿，就不劳烦各位少帅了吧？今晚的庆功宴本是谭司令做东，结果出了刺客一事，司令部的安保问题已经受人诟病。若此事还要谭司令自审自结的话，我怕会有人做文章。是啊，由我们几家一起参与做个见证，可免节外生枝嘛。谭司令是信不过我们，还是心中有鬼？我谭玄龄坦坦荡荡，又不怕什么。你们愿意审就你们自己审好了，我还落得轻松呢。好，徐成，在，把人提到隔壁房间去。是，把人押走。开门。光耀，你可知道我揽下这件事的意图？你是怕谭玄龄暗中使诈，为自己脱罪？你只说对了其一，那其二是，今天晚上我和老苏都在，谭玄龄速来狡诈，难保不栽赃在他们苏家和我们裴家头上，我们不得不防。还是老裴想的周全。对付谭玄龄这种马匪崽子，我们确实要小心一点。总之，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不能给任何人做文章的机会。谭司令，你到底什么时候放我走？约瑟夫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今晚的事与您无关，所以我现在就派人送您回家。你是说我可以走了？当然，谭孙，派人送约瑟夫先生回家，代我向夫人问好。是。谭司令，既然你知道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还要关押我？刺客要刺杀的是徐督军的公子，我怎么也要扣押一下，走走过场吧。实在不好意思。那，你也可以事先告诉我一声，你这样不是耍我吗？约瑟夫先生，请吧。你明明知道不是约瑟夫指使的，还装模作样的审他，是不是故意做戏给光耀哥看？又被你猜中了。光耀哥是正人君子，你别把你这些花花肠子用在他身上。怎么能是花花肠子呢？我告诉你，今天这出戏，我是为你而唱的。为我？是啊。虽然说你和徐光耀是青梅竹马，但也是10几年没见了。这人心隔肚皮啊！你现在又是他的秘书，如果我不试探一下他的人品，我怎么可能让你和他出双入对呢？无事搅3分。哼，要是真搅出事来，证明徐光耀是一个伪君子，那我就更放心了。什么意思啊？至少，在我和他之间，你不会选他了，不是吗？你少操这种心。我说的是立场，你看，你又想歪了，总是对我想入非非的。我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你的嘴给缝上。你说是谭司令派你来刺杀我的？
没错，就是他。原本他有恩于我们，我们定都誓死效忠。可是我一个同伴刺杀失败，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竟然枪毙了我们自己人，还想给我草草治一个死罪，以绝后患。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对他不义了。光耀，我就说这一定是谭玄龄干的，这是老天让他完蛋呢。哼，自作孽不可活。少帅，就这些。光耀，是不是马上报告你副帅啊？我们去看谭司令那边查得如何吧。谭司令，约瑟夫人呢？我们冤枉他了。约瑟夫跟今晚的事没什么关系，我就让他走了。确实不是约瑟夫干的，这家伙已经招了。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没错，就是他，谭司令，就是他。这也怪不得他，要怪就怪指使他的人实在是眼拙。怎么样，谭司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仅凭一个狂徒一句话，你们就把我的罪给定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觉得谭司令不会这么糊涂啊，谁会在自己的庆功宴上行刺？谭司令，这家伙如今命都在你手上攥着，他没有理由污蔑你们。想必是你要杀人灭口，这家伙狗急跳墙，才把你供出来。光耀哥，今天他的同伙刺杀你的时候，是谭司令扑上来救了你，我们都在场的。如果是他自知刺杀无望，临时起意救下光耀，妄图自证清白呢？徐督办，你觉得呢？在下定论之前，我想请大家看样东西。玉成，在，把钱给我。这是张月票，看发行时间是今年发的。我很好奇，你一个上海犹太商人的随从，为什么随身会带着千里之外才流通的月票？我去广州出过差。你刚刚自己说的，你是从美国刚回来，一回来就去了约瑟夫的洋行做职员。如果是前几年去的，为什么会有今年发行的月票？所以，你根本不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你骗了约瑟夫，你是南边派来的。你做了假身份、假简历，并且把你的月票换成了银元和沪票，为的就是方便能够在上海使用。但是你还留了一点月票的原因，是因为等事情结束之后，坐火车回广州，到时候你会需要月票零钱，坐黄包车，银元找不开，沪票又用不到了。我说的可对？说得好，不愧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我谭某真的佩服。哼，谭司令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
如果不是这张月票，你可洗不了嫌疑啊。因为我相信，徐督办不会冤枉我的。少帅，他人已经死了，把他带走吧。是，来人！这下倒好，死无对证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件事就是南边派来的，他是想来挑拨我们与督军府的关系。人犯死前，尚未交代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尚且未知。幕后凶手，我会想办法查清，但我相信这件事跟谭司令没有关系。我相信督办不像某些人，还没查到证据，就开始血口喷人了。你，光耀哥，你胳膊受伤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好，那么一起走。哎，徐督办，穆小姐还没录完口供，现在还不能走。放心，录完证词我就回去。可是，放心，人我一定给你平安送回去。光耀，你胳膊受伤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那我等你。多亏光耀哥还你清白。你就一点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怕他冤枉我吗？刺客的钱包我早就搜过了，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才那么细心。我必须要告诉你，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你笑什么？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你干嘛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我没比，明明是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什么呀？你想多了。你不应该担心我吗？如果我出事了，谁还替你办事啊？也不知道谁想多。你怎么这么无赖啊？那你还替无赖包扎？我走了。哎，夜深了，我送你吧。你这2天走背字，别又让人给绑了。我走背字也是从认识你开始的，好不好？认识我，你才不会走背字。光耀，徐伯父要是知道你把搞垮谭玄龄的大好机会白白给浪费了，他肯定会找你算账的。算就算吧，反正这种栽赃诬陷的事，我做不来。又没让你栽赃他，是南边要栽赃他。你顺水推舟，扳倒谭玄龄也算是不辱使命，何乐而不为呢？你以为南边会这么好心，替我们除掉眼中钉吗？自然是没安好心。我们的3位副帅正在整编5省联军，南边这个时候派人刺杀光耀，并且栽赃给谭玄龄，上海局势必乱，整军之事也自然顺利不了。你现在倒是明白了，光耀，你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亲审此案，是不是防着徐伯父借此做文章？你既然自己亲自审过了，徐伯父便不好再借题发挥了。洪琛，有些话心里知道就好，不必说出来。知道不端，你却偏要做个正人君子，我是替你不值啊。没有什么值不值，只有该不该。谭四，哎，拿下来。还疼吗？好多了。
司令，你说这刺客真是南边派来的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不像。你想啊，咱们谭家军跟革命党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那怎么就把矛头指向咱们了呢？你再者说了，你要论起来的话，那徐督军、裴督军那都杀过革命党啊，要找麻烦先找他们才对啊，那找咱们干嘛？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只不过现在死无对证，只能按革命党处理了。乖啊，哥哥，你胳膊受伤了，我特意炖了鸡汤，你喝一点吧。没事，太晚了，我没胃口。我特意炖了好久，很好喝的，你就喝一口嘛。谢谢你的一片好意，我真的不饿，你自己喝吧。哎，婉清，你回来了。光耀哥，你怎么还没睡啊？你这伤好些吗？啊，没事。今天晚上没吓着你吧？是谭司令送你回来的？啊，是一个勤务兵送我回来的。放心，我胆子没那么小。有谭司令在，姐姐自然也不用害怕。光耀哥哥，你就不必担心了。婉婷也在啊。我刚做了宵夜，正准备和光耀哥哥一起吃呢。婉婷小姐，我说了我不饿，你自己吃吧。那我也先上去休息了，你早点睡，伤还没好。邱司令，居然把这姓谭的排在我们前面，还说他是什么4少帅之首，哎，有没有搞错？就凭他？八卦小报的噱头而已，不足为惧。谭玄林他就是一马匪土包子，凭什么和我们相提并论？要争论职位，我们可还真不如他。不过是个傀儡司令罢了，有什么好得意的？我最见不惯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他迟迟不肯解散谭家军，只怕是不想当这个傀儡。那就由不得他了。总统大人，好久不见。请坐。谢谢。之前总统大人几次邀约，我都因为拍戏繁忙，实在无法前往。今天我做东，特意向您赔罪。顾小姐你不必道歉，只要顾小姐约我永远有时间了。
谢谢总统大人。总统大人，真巧啊！谭司令，韩玄您的秘林，书说你晚上约了下，费安顿原来就是顾小姐。不是，这俩怎么整一块儿？看来我们应该不是偶遇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我约了您好几次，都被您的秘书给挡下来了，所以我才借顾小姐的面子，希望您不要见怪啊。约瑟夫先生是我的好友，你却把他当作刺客抓了起来。谭司令，这是新官上任给我一个下马威吗？总统大人真是中国通啊，下马威都知道。但是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非常的不合适。在您的面前啊，我是马首是瞻。光耀，我刚才在雪茄吧。你怎么进来的？我堂堂苏少帅，连你司令部的门都进不来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刚刚我在雪茄吧挑雪茄，你猜我见着谁？顾月霜。我是见到顾月霜了，但是他和谭玄林在一起。他们本来就一对，在一起不奇怪吧？但是和他俩在一块儿的另外一个人，你肯定觉得奇怪。大惊小怪。谁啊？费安顿。你想见上？你想见上会民团？对，我的兵啊，都是打过仗的老兵了，所以维护治安自然不在话下。现在的工部局只有巡警和宪兵，这华人之间的纠纷，他们不便出面。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商会民团，或许就方便许多。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谭司令你上任时便与督军府约法3章，这第一条是解散军队，而且期限就快到了吧？总统大人，记性真好。只不过我的这些兵，唯一的本事就是打仗。这督军府非得把他们放在工厂里，完全是无用武之地啊！而且现在这个形势非常混乱，这革命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进来了。这督军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了，难道总统大人不想建一个属于上海、完全不受任何人摆布的私人武装吗？这靠天靠地，不如靠我们自己啊！我想是你想弄一支不受任何人摆布的武装吧？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提议真是有点意思了。我想，我可以考虑一下。只不过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总统大人放心，我会给你安排一个非常浪漫的夜哦。谭玄领找费安顿，他到底想干什么？甭管他想干什么，对咱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记得你和费安顿的女秘书有些交情。那只是我众多仰慕者之一，也算是有些交情吧。反正那洋妞挺喜欢我的，你说吧，要我帮你办什么事？你帮我去问问，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
have married so many years. I don't even know you are so romantic. I couldn't be happier this anniversary. Anything but you want, darling. 小叔叔，你也太坏了，都安排好了不告诉我，害我紧张半天。你就不应该紧张，有我在啊，谁也不能占你便宜。那倒是，我这辈子有小叔叔就够了，我都不用嫁人了。哎，行了行了，回去吧啊，开车慢点。嗯，那我走了，慢点，拜拜。开车慢点啊。嗯。司令，双儿小姐还跟以前一样，跟你那么亲。她当然跟我亲了，她的命是我捡回来的，能不亲吗？哎，司令，你说费安顿能看在双儿小姐的面子上帮咱们吗？当然不能了，他这个老狐狸，哼，没那么轻易拿下。那你还不着急？这眼看着就到这解散的日子了。这饭啊，要一口一口的吃，路呢要一步一步的走。嘿，真厉害！哎，我要是你，早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哎，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形容那个天在你面前，哭嚓一下就塌下来了，然后你还面不改色的。老子15岁那年，天就塌下来了。放心吧，谭家军的天塌不了。开门！哎！是这样的，光耀，这个谭玄灵呢，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为商会民团武装。你看这样。好，我知道了。少帅，谭玄灵居然想怂恿费安顿，要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商会民团武装。他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上海司令，费安顿不会冒这种风险去得罪我们督军府帮他吧？很难说。从费安顿的立场，如今局势并不明朗，手里多几支枪，便多几分把握。谭玄灵的提议正中下怀，难保他不会动心。早知道这个样子，刺客一事啊，还不如栽到他头上，不惹督军不高兴。我这世界上不光是有人情世故，还有是非曲直。看来我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总董事大人。进来。怎么是你啊？哦，我看门没关，就进来看一下。这个谭四，向来不把门关好。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没有。来，给我吧。谢谢啊。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没事，小伤，已经快好了。你今天不太高兴？有吗？你是不是在想安置谭家军的事情啊？庆功宴上你说年前会做好，听说督军府一直在催你。你要是有困难，要不我去劝劝我爸爸，把他们安置在穆家产业里。我不是来替光耀哥催你的，我是真的想帮你的忙，毕竟我们穆家产业的工资最高啊。这事儿你可能帮不上我。啊，放心吧，我这么唯利是图的人呢，需要你的时候一定会找你帮忙的，不会客气。
去吧。好，走吧。光耀哥，光耀哥，出什么事啦？哦，我约了费安顿，准备跟他商量安置谭家军的事。今天你就先回家休息吧，晚饭也不用备我的了。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啊？穆家在上海还是有几分面子的，我在旁帮着说话，早点安置好谭家军，你也好早点回悦城啊。我只是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去应酬不太好。我是你的秘书，陪你应酬是分内的事情，更何况堂堂督办大人出门，怎么能没有随从呢？好，那就听秘书小姐的。小叔叔日理万机的，怎么今天有空请我吃饭？你把我约到了费安顿，我肯定要好好感激你一下。那一顿饭可不够，我今天可是为了见你，连费安顿的邀约都拒绝了。他邀请你干嘛？不会是因为我借你的面见他，他为难你吧？那你也太小看我了。怎么说，我也是电影圈的上海王，他哄着我还来不及呢。这次是他要和徐少帅吃饭，请我去陪陪女眷。我就说我要拍戏，拒绝了。徐少帅不就是你司令部那位徐督办吗？他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去的？而且他不是没结婚吗？哪来的女眷？双儿，改天再请你吃饭。谭四，走了。好呀。说走就走，谁在乎的是饭啊？请。费董。徐督办，幸会。费董，光耀来上海也几个月了，一直琐事缠身，没有机会登门拜访您。副帅已经怪罪我了，让我今晚好好陪您喝几杯。对了，这位小姐可是穆公从日本归来的女儿吗？是吗？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穆婉清小姐，现在是我的外文秘书。穆小姐前几次酒会都是惊鸿一瞥，今日一见真是气质不凡，不愧为上海第一千金。总统大人过奖了，以后在上海的工作还请总统大人多指教。那我乐意为穆小姐效劳。总统大人，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好的。司令，穆小姐跟徐督办吃饭，你还要盯着呀？你是不知道，费安顿这个老色鬼，徐光耀对付不了。费董，今天工部局抄送了我们司令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通报，里面提到日本棉纱厂愿意提供低息贷款给中国纱厂。
不知您是否有留意到呢？这个我注意到了，不过这是面纱行业的问题啊，穆小姐是最有发言权的啊。毕竟现在上海的中国纱厂将近一半都是穆家的。那穆小姐，你觉得日本商会的贷款该不该要呢？费董如此精明，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利弊。日本棉纱商想用这种方法兼并中国的市场，然后欺行霸市，哄抬价格。他们已经搞乱了天津、青岛这些地方的棉纱市场，现在又想故技重施来搅乱上海的市场。如果费董您不制止，那上海恐怕迟早一片混乱。不光是文文秘书，你看他样子也是经济秘书嘛。不过你们穆家自己有棉花供货商，也有码头仓库，也有固定的销售渠道，想必不会受到影响吧？可这棉纱行业是国计民生的行业，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如果落到日本人手中，不免受制于人。费董，您设想一下，如果这以后啊，我们军用的棉衣、老百姓的棉被、医用的纱布，全部都要从日本人手里拿，想必你也不安心吧？不愧是穆公的女儿，你想得很是长远啊。穆家愿意出钱帮助这些困难的纱厂渡过难关，而且无息贷款。你们不是明摆着要和日本人打擂台吗？那我要是选择支持你们，拒绝小日本，那我难免有失公道啊。这个，费董不必担心，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您两头都不得罪。好，那你说说看。费董，谭家军正在等待解散安置。如果能够把他们安置到纱厂里，穆家就能以补贴安置的理由给纱厂一笔钱。纱厂有了资金渡过难关，自然不用跟日本人贷款。日本人的贷款放不出去，也不会怨到您头上了。那更关键的是，把谭家军都安置在纱厂里，谭司令的商会民团也就没法成立了。原来那个家伙想把谭家军改建成民团武装，难怪不找我帮忙。徐少帅，你呀，你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你是不是就是想把这个民团的事叫黄啊？对吗？费董啊，我和您交个底吧。上海是受督军府的管辖范围，督军府是不会承认有民团武装的存在，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穆小姐，此事关系到你们穆家的利益，那你是让我得罪日本人和谭司令？难道你不该先和我喝几杯吗？那你只有表示一下你的诚意。来，来。费董啊，穆小姐酒量浅，还是我陪您喝吧。穆小姐，你请我帮忙，但是你不跟我喝酒，那没有诚意嘛？费董，这洋酒我实在是喝不惯。没有问题，来，我们喝中国茅台怎么样？来，慢点。6，这我很喜欢6，6是个好数字。那这样吧，
他喝1杯，你替他喝6杯，如何？徐督办，别麻烦了。好。来吧。干杯！服务员，再来1瓶吧。哎，服务员，哦，哎呀，看来你的上司没什么诚意了，要不然还是你自己来吧。来，吴小姐，本来这瓶酒是替你喝的，我和他还没有喝尽兴呢。来吧，我们2个一起喝怎么样？行，我来喝，我来。哎，不醉不归。你们的茅台真是越喝越绕，你多喝几杯就习惯了。哦，来，再见您，总统先生。我不喝了，我不能再喝了。我会把它喝的。好，那我们回家喝。我要把它喝的。那我们回家吧。曼姐，你不要怕，我会一直保护你。你怎么来了？该我问你才对吧？你来干什么？挖我墙角是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陪许督办来处理安置谭家军的事情。我前脚刚跟费安顿谈建民团的事，你后脚就拆我台是吗？啊？那你要建民团，你也没有告诉我。告诉你，他就不用查了。你不信任我？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今天你关心我的伤，是不是就是为了帮他打探消息？所以你派人监视我？对，我就是派人跟踪你。不然你以为你桌上的白开水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水是你换的？废话，谁知道你喝多了，会不会跟徐光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既然你对我没有半分信任，那我敬你一杯，从此以后我们的结盟就这么结束。文清，没事吧？行，如果没有我，你能这么清醒的跟我说话吗？谁让你管我了？哎，司令，穆小姐跟徐督办，他们还没完事儿啊？哎，这……你好，工部局费安顿的承包房在哪儿？这不方便透露。啊，好。穆小姐喝多了，不仅喝多了，脑子还有问题。一会儿你让人把徐光耀给我弄回来啊！啊，我一会儿送完你们就回去。哎，对了，把桌上那几瓶酒全给我拿回来。不，都打开了。执行命令，哪那么多废话？
笑什么？好好开车。哎，别。看什么看？醒醒，醒醒！蓝色，还快点！啊！抬个脚。好凉快，好凉快。好好好。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我想喝水，喝水。我上辈子欠你的。张嘴，再喝一口，啊！我们再喝一杯好不好？你喝多了，你先看清楚我是谁。我没有喝多，我就是为了帮你才去喝酒的。帮我？好，我是徐光耀，你要怎么帮我？你是徐光耀？笨蛋！
司令，你干嘛呀？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咱洗澡有地方，干嘛在这儿把自己搞湿身了呀？你有事没事？没事滚蛋！我有事有事，我把徐德办给你弄回来了，酒也给你拿回来了，你现在喝吗？喝什么酒？不喝酒。你不喝酒？我以为你跟穆小姐没尽兴，你俩要接。滚蛋！凶什么呀？冷静冷静，现在还没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不能感情用事。我得帮他打个掩护。喂，给我接穆公馆。老爷，太晚了，吃点宵夜吧。好，你先去睡，我看完这些文件就睡。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说这光耀也没有回来，晚清也没有回来，这都怎么啦？刚才谭司令来电话说翻译的文件太多，晚清要和翻译处的人一起加个班。光耀也来过电话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你不用等他们，先去睡。哎，不过啊，毕竟晚清是个女孩子，这么晚不回来呀，难免让人担心啊。加班不应该呀。阿女呀，女女，阿女，哎呀，侬哪能还不下楼吃早餐呢？光耀哥哥一夜都没回来，这个小贱人也没回来，我哪能吃得下呀？哎，我听说呢，昨天晚上光耀是有应酬，穆婉清在加班，要不然这样，给他们送个早餐看看。对啊，妈，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小贱是不是加班，还是在勾引光耀哥哥。你去了才哎呀，你去了才放心呐。兴许什么都不是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我的办公室，我为什么不能在？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但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睡在徐光耀的办公室里？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是他的秘书，而且昨天晚上又是陪他去应酬的，你喝多了躺在他的办公室里，理所应当的。一大早的干嘛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那是因为我好心照顾某个喝醉的人，一晚都没睡。我喝多了，昨天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有没有惹什么麻烦啊？如果有的话，我向你道歉。我是徐光耀，你要怎么帮我？你惹了，那谭司令就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反正喝了酒的话也不能当真。不是真心话。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叫酒后吐真言？更何况你昨天晚上喝的是酒吗？啊？你啊什么啊？要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我才懒得管你呢。对啊，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还彼此不信任的那种。好，你现在就去找你的光耀哥哥啊！要是让别人看见你昨天晚上在我这儿过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老子还没娶媳妇儿呢，别连累老子清白，赶紧走。走就走，你还别连累我。等会儿，请你把徐光耀叫到我这儿来，谢谢。不客气。光耀哥，婉清，婉清，你没事吧？我没事啊。昨天晚上谭司令送我们回来的。不好意思，昨天我喝多了。后来费安顿有让你喝酒吗？没有啊，碰巧谭司令就在隔壁。哦，对了，他刚好让你过去一趟。好。你昨天肯定也没休息好，在我这边休息一下吧。嗯，好。
你找我？徐多半起得早啊，我还以为你要日上三竿才起呢。昨晚的事，多谢了。别客气。你是我司令部的人，要是跟洋人喝酒还喝不过，丢的是我司令部的脸。你早说你跟费安顿喝酒啊！你带上我呀，我喝死他。昨晚是私人聚会，本来不好麻烦谭司令的，不过也是巧了。原来是私人聚会啊，那也就是说，没聊什么正事儿吧？光耀哥哥，光耀哥哥，光耀哥哥，哎，怎么是你呀，这个小贱人？你怎么在这儿？你叫我什么？我叫你贱人，贱人，小贱人！你居然敢打我！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要是再嚣张跋扈找我麻烦，我必定加倍奉还。明明是你不知道检点，被我捉奸在床。这里是司令部，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句话会给徐多半添多少麻烦？你只是心虚，我这就去找大家评理。你尽管去，你最好把事情闹大，不仅污蔑我，还破坏他的声誉。到时候用不着我出手，你的光耀哥哥也饶不了我。光耀哥哥，婉婷，你怎么在这儿？我刚才来给你送饭，结果食盒被他给打翻了。我们两姐妹在叙家常，你们确定要听吗？光耀哥哥，你叫什么啊？妈，我刚刚看到穆婉清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能干啥？我亲眼所见，而且他还打了我。衣柜当洞，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打哪里了？啊，他还打了我2下呢。还好，哎呀，没有破相。哎，这个小妖精，我可怜他妈妈死的早，对他网开一面。他倒好，这么不识相。既然这样，那我也对他不客气。妈，你赶紧想个办法。现在穆婉清都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了，要是真的嫁进督军府，那我可不成了全上海的笑话了。不就当一个司令部的秘书吗？至于吗？翻身了，上天了。哼，你想的太好了呀，婉婷啊，你最近不要招惹他啊。妈，好好想想办法，看怎么收拾他。光耀哥，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昨天我与费安顿聊的事，谭司令也知道了。啊，是吗？那他怎么说？还能怎么说？我说昨天我是去聊贷款的，他便说他与费安顿是谈士兵安置。
大家心照不宣，却只字不提民团，也算是勉强没有撕破脸。那如果他不暗示前3士兵，执意要见民团呢？谭玄龄兵变上位之后，副帅便从前线召回了1个师的兵力，驻扎在越城，就是怕他出尔反尔。副帅能让他拖到现在，已经是吉象。他敢食言，我们就只能撕破脸了。所以徐伯伯会攻打上海。上海是各方势力所在，副帅当然会慎重。但倘若他1意孤行，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谭家军的事情，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来干什么？我们只是合作关系，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作为合作伙伴，我很有必要告诉你，你的打算督军府已经知道了，你承诺的期限也快到了，一旦食言，你上海王的声誉就不保了。这些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真心想帮你。你不帮着徐光耀，我就知足了。你怎么就好歹不分呢？你知不知道，徐督军已经把部队从前线调回来了，就等着和你秋后算账。一旦撕破脸，你2000人怎么对付他？他把部队调回来了。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先把谭家军安置下去，千万别以卵击石。好，还有这个。好，等一下。喂，你好。关耀兄，我同意解散谭家军并缴枪，过来一下吧。好，我一会儿过去。怎么了？谭玄龄同意安置谭家军，而且要向督军府缴枪。这么说，他想通了？他怎么突然就想通了？徐督办早。怎么样？我们可以开始了吗？请。都听好了，步枪在左，手枪在右，机枪和子弹一起上交。机枪。我信你，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总不能让他们在码头上扛沙包吧？我把他们当兄弟，那些老板呢？谭司令，这原本和你打算的应该不一样吧？唉，这不都被你发现了吗？没想到光耀兄这么厉害，跟费安顿喝了顿酒，我就输得一败涂地。我输得心服口服。你看啊，我手下的这帮士兵，打仗肯定是把好手，可是干活不太行啊。你让他们拿惯了枪的手，再去拿这些纺锤和扳手，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但是这工厂啊，可不是混饭吃的地方，是干多少活出多少工钱。所以他们要是拿不到养家糊口的钱怎么办呢？谭司令自己都说了，干多少活，挣多少钱。你家的兵既勤劳又能干，怎么会挣不到糊口的钱？对，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工厂里的活都是技术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熟能生巧嘛。可他们一进去肯定手生，到时候肯定挨欺负。所以我就想问问光耀兄，能不能跟那些老板们说说，让他们拿到和熟练工一样的工钱？这事恐怕我得和各位老板聊一下。只要光耀兄肯开口，这事儿肯定没问题。那我就先替这些兄弟们谢过光耀兄了。你放心，以我的判断，不出1个月就会有人求着你把兵收回去，到时候你再见民团也不迟。少帅，已经清点完毕。没想到，谭家军的武器还真是五花八门，这简直应有尽有啊！他们一直没有番号，靠给各路督军镇守使打仗谋生，自然是雇主给什么枪就用什么枪。说白了，就是一支不入流的杂牌军。那这些镇守使跟督军为什么要请一支杂牌军来打仗呢？自己的兵舍不得，让他们来当炮灰呗。总之，谭家军不可小觑。没错，谭家军确实不容小觑。虽然他们的装备不入流，但这些年他们打的漂亮仗还真不少，几乎从无败绩。谭玄龄确实是个将才，要是能为我所用，也许我们还能当个好朋友。非是中物啊，有点意思啊。就是说这谭玄龄天生反骨，不会真心归顺依附于他人。也许这就是副帅为什么一定要解散谭家军的原因吧。怕养虎为患。司令，几位棉纱厂的老板要见您。哎呀，王老板、郭老板、陈老板，来，请坐，请坐，稀客呀。谭司，倒茶。谭司令啊，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有很要紧的事情，根本没心思喝茶呀。不知道3位老板遇到什么难事？谭司令，你谭家军2000士兵，除了穆家纱厂，就属我们3家安置的最多，最少的也安置了200多人，最多的有400-500人呢。是，这些我都知道，也非常感谢3位老板解我的燃眉之急啊。谭司令，不瞒您说，我们接收的这些士兵啊，真的是让我们苦不堪言呐。你想，你的兵去了纱厂，苦的不是你的兵，而是纱厂的老板。王老板，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兵啊，都是好兵，只是确实不会做工啊。这5-6个人也不敌我们一个熟手工，工作效率太低了。如此低的工作效率，还要占我们一步之机，导致我们纱厂的出纱率那是大幅下降啊！我算了一下，现在也就是接收兵之前的1半产量啊。拿枪的手去拿纺锤，首当其冲的就是效率低，而效率正是纱厂的生命。这些士兵啊，虽然活干得不好，却要和熟练工拿一样的薪水。这虽说有商会的补贴吧，但这熟练工难免会有不满。不瞒您说啊，我这纱厂已经停工2天了，工人们都要求涨薪。哎呀，我们也不堪重负啊。不患寡患不均，干不干活都一个薪水，那谁还愿意干活呢？是啊，谭司令，这2年棉纱行业并不景气，日本人那个洋纱对于我们的冲击很大。商会虽说有点补贴，我们勉强能支撑，但是利润已经很低了。近几年洋纱倾销，华商纱厂本就艰难，如果还要涨薪水，他们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谭司令啊，今天我们3个前来找您，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请您收回您的谭家军，他们个个可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呀，在我们的沙场纺纱织布，那可真是太屈才了。三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当上这上海司令之时，是跟徐督军有约法3章的。这第1条，就是解散谭家军。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些士兵去你们的沙场是张飞绣花，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要等徐督军发话才行啊。这个是，他还真的是算无遗漏。好，驾。慢走，告辞了。接阅成都军府。督军怎么了？穆志远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是给我拜个小年。其实呢，他是给那些沙场老板当说客的，说什么现在的沙场行业不景气，安置士兵是雪上加霜。这句话不是哭穷，就是想甩包袱。这华商会不是已经给了安置补贴了吗？难不成这些沙场老板光拿钱不办事儿？我看是谭玄林搞的鬼，他是想故意惹出些麻烦来。督军，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不用管这些沙场老板？反正谭玄林已经交了枪，又分散在各大沙场里，时间一长，疏于管理，难免会有一些作奸犯科。到时候，我们就有收拾他的理由。爸爸在徐督军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他还是执意要把士兵安置在沙场，但他也透露了口风，说不会等太久，不会让沙场老板太为难。徐伯君肯定另有打算，他不可能这么好心，把我的兵当野养。那你现在总该相信，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吧？你确实每一步都算到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公务繁忙。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跟变了一个人一样，玩笑也不爱开了。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我才没有。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你想多了。哦。Cindy, I'm back. Cindy? Cindy? Where are you? Cindy? Cindy?
Cindy? Cindy, where are you? Aha, I got you. Cindy? Cindy? 对，是司令部发的，有什么问题吗？谭司令，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写，那些革命军会把我当作他们的敌人的。今天是我家的猫被杀了，肯定下一个就是我。我不管，报纸是你们登的，你也保证我安全。那约瑟夫先生，你想让我怎么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派兵在我家和公司附近把守，再派几个身手好的，随时跟着我。约瑟夫先生，我很理解您的遭遇，我也很同情你，但是我无能为力。这司令部的兵不归我调遣呢。谭司令，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别激动，别激动。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我这个上海司令啊，实际上就是有名无实。在我上任之初呢，就跟督军府约法三章，哪怕是调动司令部的一兵一卒，都要让督军府批准才行。太荒唐了！照这么说，如果我遇到攻击，难道还要等督军府请示好才能派兵来吗？是的。这是什么狗屁约定？这样我们的人身安全怎么能够得到保证？谭司令，你自己不是也有兵吗？你派自己的兵来保护，这样总不用督军府来批准了吧？嘘，约瑟夫先生，我的兵已经被遣散了，枪都交出去了，我没有兵现在。但是，约瑟夫先生，这件事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哦，I'm sorry, sir. My God, Joseph, look! What's up, man? What is it? Come on. Come on. I'll be back in 10 minutes, right? My God, what is it? Cindy. Cindy was killed right at my house. It's Revolution Army, and I'm their next target. Damn!督军，费安顿先生的电话。司令，我是真没想到，这徐伯钧在洋人面前耳根子这么软，这连建民团的事都答应。哼，这约瑟夫找费安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非要组建个民团保护租界的安全。这费安顿为了老朋友啊，直接就跟徐伯钧摊牌，徐伯钧也不敢当众驳了他的面子，所以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哼，哎呀，真没想到，连顾小姐都没办成的事儿，让一只猫给搞定了。哎，这事儿不能当着双人说。哎，我知道，顾小姐好面儿，而且还要把这个功劳算在她的头上，只要她开心就好。哎，司令，你说这洋人也挺奇怪。这上海有这么多的伤兵还有难民，一天到晚让巡警追着屁股打，他们屁都不说。这不过是死了一只猫啊！你瞧把他们给吓的，这立刻让咱们建民团保卫租界安全。这叫什么呀？这就是刀没砍在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疼。这要说呀，这还是司令厉害。这回合打的督军府那是措手不及。
只不过就是可怜了我们司令部的某位大人物，估计现在啊，正挨他爹训呢。哎，督军又说您办事不力，被谭玄林钻了空子。实在怨不得您呐！谁知道那个约瑟夫这时候来插一脚，而且这个约瑟夫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商人，半个外滩都是他的。您说我们怎么争得过他？我本以为让谭玄林缴了枪，安置了兵，总不至于生变。没想到还是我大意了。副帅训斥的是，不能怪您呐，是谭玄林太贼了，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督军怎么说？总不可能让他把民团建起来吧？督军也不可能吃这哑巴亏啊。他说这事是费安顿亲自提出的，他不好驳了工部局的面子，要我们静观其变，不要妄动。我想，可能副帅也没有想好对应之策吧。啊，督军，这是这几天的报纸，关于工厂闹事和罢工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不用看我都知道，是谭玄林这个马匪崽子搞的鬼。沙场老板们想甩包袱，英国人想保护租界的安全，谭玄林他想趁机钻空子。这个马匪崽子的确是太狡猾了，想在我的管辖之内成立私人武装没那么容易。他用这种手段让我承认民团的存在，他还嫩了点儿。您的意思是，如果谭玄林的兵不能保护租界的安全，还扰乱治安，那他的民团还能存在吗？英国人还能支持他吗？还是督军高明啊！穆公要替那些沙场老板们出头，想甩掉谭家军这个包袱。你说谭家军那帮兵痞子能吃这种亏吗？属下明白，我这就派闵大成去安排。穆夫人，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我的项链扣子坏了，帮我修一下。穆夫人，您先到后头喝茶，半个时辰以后啊，就可以取了。你怎么来了？你倒是挺悠闲。说吧，什么事儿？茶是不错，可是酒不怎么样。不会吧？我已经按照你说的都吩咐下去了。可他现在一点事都没有。再怎么说，只不过是一个女孩子而已，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我原以为这个小贱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没想到我低估她了。她现在是光耀的秘书，围在光耀左右，老爷也开始看重她，而且脾气还越来越大，居然敢动手打婉婷。什么？他敢打婉婷？他不仅打了婉婷，现在居然敢彻夜不归，还住在了光耀的休息室。要不了多久，
嫁到督军府的不是婉婷，就是他了。到时候穆家的财产，哼，还不落到他的手里。看起来，还真不能再留着他了。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把他给除掉的机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看下这个，粒粒皆辛苦。司令，今天是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咱俩今天高低喝上一杯啊！行。司令，又想老司令了。我们谭家要想吃团圆饭，只能去祠堂吃了。我爹、我娘、我大哥，还有早夭的三弟，他们那边过的热热闹闹的吃着团圆饭，把我一个人留着，冷冷清清的。司令，别这么说嘛，咱不是还有4小姐呢吗？哎，他不气我就不错了。哎，不过说真的，你真得多管管他。自从他认识了这个裴少君，顶撞人的次数是越来越多，那连我都管不了他了。这小子人倒是不错，只不过如今这世道，穿上这身军装就是朝不保夕。我实在不想看着小四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宁愿他找一个读书人，哪怕是生意人，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4小姐年纪还小，等她长大了，就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了。长大了，一转眼都18岁了，还要长多大？想当初我在外面带兵打仗，他8岁的时候，我就给他送到寄宿学校。那时候我送他的时候，他哭着喊着不想让我走。当时我就在想，有时间我就多陪陪他。后来不哭也不闹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现在是更不需要我了。4小姐以前确实是粘人，性格又好，跟现在完全是两码事儿。是啊，但我真的是不敢把她带在身边。谭四，你知道吗？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敢冒这个险。我现在就想着，她和双儿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再找一个靠谱的人嫁了，我就放心了。